友情提示：这是一部连鬼都害怕的恐怖片，改编自全球10大恐怖禁书，离奇的故事，高能的剧情，可谓让人又爱又怕。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女孩正对着镜子挤痘痘，本来是解压的一幕，可没想到女孩的脸上好像有什么在蠕动，可女孩对此没有丝毫察觉。女孩被吓得一激灵，但强迫症的她还是忍不住好奇地摸了摸，甚至想将这根多余的毛发扯出来，可这时毛发却动了。一大群蜘蛛从女孩的脸上爬了出来，她被吓坏了，在厕所里不停地打滚。朋友们听到动静后急忙赶来，可在看见一屋子的蜘蛛后，也被这一幕惊呆了。小黑不停地用衣服拍打蜘蛛，想要将其赶走，但丝毫不见效果。女孩的弟弟卷毛冲出厕所，抄起一桶拖把水，直接泼在姐姐的身上，这才将蜘蛛驱赶开来。可这时眼镜妹却看见了诡异的一幕。这可把眼镜妹吓得不轻。原来就在万圣节这天，他们几人为了寻求刺激，竟直奔当地最著名的鬼屋。据眼镜妹所说，传闻这座鬼屋住着个神秘的女孩萨拉，因为从小患有白化病，所以被父亲一直关在家里。镇上的小孩虽然没有见过她，但传闻有人隔着墙壁听到了萨拉讲鬼故事，而听了鬼故事的人无一例外都离奇消失了。镇上的人都认为萨拉是女巫，会带来灾难，于是集结一群人准备杀死萨拉，结果却看见女孩吊死在房里。更离奇的是，萨拉的家人也全都消失不见，从此这座房子就成了小镇上有名的鬼屋。可几人并没有在意这个恐怖传说，卷毛甚至还躲在衣柜里准备吓一吓同伴。可等他向外看去时，原本破败的房间此刻却变得灯火通明。卷毛被吓坏了，他敢保证自己绝对是遇到了脏东西。正当他惊魂未定之时，门外竟传来了脚步声。原来是利奥找了过来，而此时的房间又变回破败不堪的模样。卷毛直呼大事不妙，决定叫上大家赶快跑。两人在地下室找到眼镜妹与小黑，告诉了他们离奇的事情。而眼镜妹则表示自己发现了萨拉的恐怖故事书，还说这本书是用鲜血写的。卷毛越听越害怕，让眼镜妹赶紧将书归还到原位。可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几人被吓得不轻，卷毛还以为那是条大狗，和老太太找了过来，然而很快就发现是虚惊一场。来人是经常欺负他们的恶霸汤米，还将他们给锁在了地下室。跟汤米一起赶来的还有卷毛的姐姐，他试图让汤米放了弟弟，可最后也被无情地踢进了地下室。恶霸汤米将门锁住后便扬长而去，眼看大门是走不通了，被困地下室的几人四处寻找出路，可谁也没有发现此时的眼镜妹已经被恐怖故事书深深吸引，嘴里还不自知地念出了声。眼镜妹这一句话似乎唤醒了房子里的某种存在，前方的椅子开始缓缓摇晃，可几人并没有察觉，一股神秘的力量正向着墙外蔓延，并帮他们打开了大门。男孩走在自家的苞米地，竟惊恐地发现稻草人活了过来。见到这诡异的一幕，男孩拔腿就跑，却不慎被地里的叉子给绊倒。眼看稻草人步步紧逼，男孩只好拿起叉子反击，可稻草人根本不受影响，还夺过叉子刺了回来。男孩瞬间被扎了个透心凉。可奇怪的是，男孩的腹部并没有流血，反而长出了许多稻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逃出玉米地。正当他想大声呼救时，却发现自己的口中不停地吐出稻草，最终男孩也变成了田里的稻草人。而另一边，回到家的眼镜妹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那本恐怖故事书，可等他看到最后一个故事时，竟发现故事的主角居然和时常欺负自己的恶霸汤米重名。第二天得知汤米失踪的眼镜妹连忙跑到玉米地查看，在看到稻草人穿的是汤米的衣服时，眼镜妹大惊失色。她冥冥之中发觉故事书里讲的都是真的，于是傍晚就将书送还到了原位。然而等她刚回到家，却发现小黑竟抱着那本书看得津津有味。眼镜妹很震惊，自己明明已经将书放回鬼屋了，可为什么
可这里还有一本，他当场就想验证一下真伪，可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。书的最后一页竟然自动浮现出了故事，惊恐之下，眼镜妹想将书撕掉，可无论他撕下来多少页，故事总能在下一页浮现出来。两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故事写完。在得知故事的主角是利奥后，他们连忙打电话给对方，并提醒利奥不要吃任何东西。可此时他嘴里的食物早就咽下去了大半，但很快他发现这口感似乎有些不对，于是他连忙从嘴里掏出来一块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根脚趾头。按照书里写的内容，脚趾头的主人很快就会来找利奥。眼镜妹让利奥赶紧离开屋子，可此时的屋里灯光突然全部熄灭，惊慌之下，利奥只能躲进卧室。可紧接着门外却传来了脚步声，利奥只能惊恐地躲在床下，但下一秒房门就被缓缓打开，利奥根本不敢睁开眼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内似乎没有发出任何动静。利奥睁眼一看，什么也没发现，他以为怪物已经离开，不料下一秒等眼镜妹和小黑赶来，只看到床下的抓痕。眼镜妹十分自责，要不是因为自己将书带了出来，伙伴们也不会相继被害。她意识到，只要是那晚去过鬼屋的人，都会成为下一个被害者。三人开始想要烧掉故事书，来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大火足足烧了半个小时，故事书依旧完好无损。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高能剧情。男孩惊恐地发现，走廊的尽头仅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女人对他笑。他一脸娇羞的样子让男孩感到毛骨悚然，可无论男孩怎么跑，走廊的尽头都会出现女人的身影。最终男孩无路可逃，被女人前后夹击，温柔地抱在怀里，成为了女人身体的一部分。等眼镜妹和小黑赶来时，只在地上发现了卷毛的一支钢笔，而两人也因擅闯医院被带到了警察局。眼镜妹将所有事都告诉给了警长，说近期所有失踪的人都与这本鬼故事书有关。可警长根本不信，还将两人关在了禁闭室。直到半夜，警长发现自家的警犬不对劲，似乎在警惕壁炉里的东西。等警长缓缓靠近后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你才都是我看。壁炉里突然掉出来许多残肢断臂，紧接着在警长无比震惊的注视下，缓缓拼凑成一个身高2米的怪物。警长这才相信两个孩子说的一切，不过却已为时已晚，当场被怪物一把扭断了脖子。随后怪物朝着禁闭室缓缓逼近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小黑的名字。显然这次书里写的人是小黑。两人本以为待在禁闭室里很安全，可没想到怪物宁愿将脑袋挤得变形，也要钻进来找小黑。万幸在最后一秒，眼镜妹从警长身上找到了钥匙，这才逃出了警局。小黑表示两人在一起可能都会没命，让眼镜妹赶紧跑去鬼屋阻止萨拉，他则留下来与怪物周旋。不过即便小黑开着警车，也跑不过怪物的4条腿。无奈之下的小黑只能将怪物撞向一旁的卡车，怪物瞬间动弹不得，小黑也趁此机会开溜。不过怪物却将身体大卸8块，挣脱了束缚。而另一边的眼镜妹再次来到了鬼屋，她向故事书的主人表示自己不要听鬼故事，还说已经知道女孩萨拉是无辜的。话音刚落，眼前的鬼屋竟变成了往日金碧辉煌的模样。与此同时，小黑也被怪物追到了鬼屋。虽然眼镜妹隐约听到了小黑的声音，但彼此却不在同一个空间。通过镜子，眼镜妹发现自己竟变成了萨拉的模样。萨拉的家人抓着眼镜妹，将她关进了地下室。当灯光熄灭后，萨拉的身影浮现在了一旁的椅子上。她缓缓起身靠近眼镜妹，说要给她继续讲鬼故事。就在这时，另一边的小黑隔空喊话，他告诉眼镜妹，想要阻止萨拉继续讲故事，那就必须讲述萨拉的故事，走鬼的路，让鬼无路可走。听了小黑的话，眼镜妹当即让女鬼先住嘴，开始讲述萨拉的故事，还表示会将真相公之于众，来洗刷萨拉的冤屈。女鬼萨拉大为感动，她拿出一支钢笔，让眼镜妹用自己的血书写故事。 Sarah Bellows was innocent. She knew the truth and tried to stop them. She was blamed. She was harmed
and destroyed my own family. I'll tell your story. 原来村里失踪的孩子跟萨拉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因为他们是喝了萨拉父亲造纸厂排放的污水才导致的死亡。萨拉的家人为了掩盖真相，四处散播谣言，说患有白化病的萨拉是女巫，还不停地折磨萨拉。愤怒的萨拉将自己的家人全部写进了故事书里，随即在医院上吊自杀。而没多久，恐怖故事变成现实，这才导致萨拉的家人离奇失踪。女鬼萨拉见眼镜妹真的愿意帮助自己，终于放下心中的怨念，就这样消失不见，小黑也终于得救。眼镜妹最后成为了一名作家，书写了这一本在黑暗中讲述的恐怖故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香猪，咱们下期见。